大家好，我是米兰。中共四中全会10月登场，官方口径说是要讨论“十五五”规划，营造一种政治稳定、经济自信的假象，但真相完全相反。军中大清洗，红二代反弹，亲信接连倒下，现在连习近平本人都传出紧急住进301医院。更让人惊讶的是，93阅兵的演练竟然出现了习近平缺席的预案，宝座还稳不稳？连任梦还能做吗？这场四中全会恐怕不是经济会议，而是习近平的生死大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喜8月18号在上报撰文表示，中共10月举办的20届四中全会将以“十五五”规划作为主要议题，旨在营造中共在党内权力与对外战略上稳定自信的政治氛围。中共四中全会主题是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样的安排凸显习近平政治权威的稳定，展现习近平仍在中国政治议程设定与经济政策路线上掌握决定权力。其次，展现中共拿捏当前复杂形势的自信。近日，美中瑞典谈判未获重大成果，但两国同意将关税延长90天至10月底，而两国届时能否达成协议仍是未知数。当下，美中两国正在就元首会谈进行磋商。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会面，如果能在今年10月底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顺利举办，将直接影响两国在经贸、科技，甚至台湾及区域安全形势等各关键领域的互动格局，进而牵动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而选定在美中关系未定之前的10月举办中共四中全会，说明中共有意对外营造优先处理国内经济长远发展布局，彰显不受美中关系及经济疲软形势影响的自信形象。其三，回应中国国内经济问题。2025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经济压力持续升温，社会民生问题持续恶化，将攸关未来经济发展动能的“十五五”规划放在四中全会讨论，也有助于回应中国社会的期待。但就国际关注的中国产品产能过剩问题，中共当局依然无计可施。文章指出，除“十五五”规划之外，中共四中全会还应该处理几个重要议题。首先，中共军队内部腐败问题。自2024年下半年开始的军中大清洗运动，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已大大动摇了中共军队的基础。就连习近平最得力的2位亲信，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与何卫东也已先后出事。目前这轮清洗仍在持续中。此次四中全会难以回避后续中共军队的人事安排等重大议题。其次，党建或国家治理问题。今年中共一方面在党纪工作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但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或作风问题的中管干部仍在持续增加，令中共当局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整体规划方案。第三，在习近平权力稳固的前提下，他极有可能在2027年21大时继续追求第2次连任，但需要连任的政治准备，包括提出良好的执政绩效、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提出有号召力的政治愿景、日程及搭配相应的政治运动，以确保中共党内的忠诚与服从。但遗憾的是，习近平想无限连任的政绩和让人们忠诚的砝码几乎为零。中共内部的激斗暗战也让习近平连任的梦想几乎成泡影。党媒《人民日报》和中共军队机关报《解放军报》之间的舆论攻防正在激烈开战。8月8号，《解放军报》发表马思博的文章，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文章表示，孟子曰：“修恶之心，义之端也。无修恶之心，非人也。人非草木，岂能无羞？羞愧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时时反思自己有愧之处，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为人处事之羞愧，才不致失尊严；为官从政之羞愧，才不致辱官德。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该存有羞愧感，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修为官之德，始终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从去年下半年起，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讲党内民主集中制、
不要在部队里搞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非常明显的针对习近平当政之后，把整个部队按照他个人意志全部打乱，安插自己的人，快速提拔自己的人，将整个军队变成习家军，同时大搞军委主席负责制，让全军向习主席效忠的个人崇拜。这是用写文章的方式向党中央喊话、讲道理，是对习近平个人集权的一种反抗，是一场软性兵变。马斯伯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对将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而不知羞耻，也不想下台的习近平的一番敲打呢？军报的文风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并不甘示弱。8月12号，《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一篇题为《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文章在工作条例第3条指出，党校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条例把中共5任党魁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杜撰的骗人的所谓思想理论挨个说了一遍，最后着眼点还是落在了习近平的2个维护、4个意识、4个自信上，再次强调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核心，与军报完全不同调。这显示出主掌军队的张又侠和主掌宣传口的习家军蔡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针锋相对和激烈博弈。博弈并不仅限于舆论的口诛笔伐。中共4中全会前，党内各派的权力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今年4月10号，石泰峰与习近平的清华帮李干杰职务对调，从原来的中共统战部长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中共组织部长后，习近平的重要亲信中共新疆省委书记马兴瑞7月1号突然被宣布中途免职，调离新疆，说是另有任用。近日，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在社交媒体上披露，马兴瑞已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上班，但官方尚未正式公布其新职务。稍早，蔡慎坤说，马兴瑞正配合中纪委对其妻子荣丽的调查，调查结果将直接影响其政治与人生的前途。金融时报透露，马兴瑞和彭丽媛有着长期的渊源，他在习近平上台前后就经常出入习家，是离习近平最近的高官。马兴瑞突然被调离新疆，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重大打击。而有着胡锦涛、温家宝背景的陈小江走马上任，担任新疆党委书记，这个职务是直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门票。陈小江卡位成功。习近平的亲信、中共的外交部长人选、现任特务头子、中联部部长的刘建超于7月底被抓，被抄家。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认为，应该是习近平的对手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抓的刘建超，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安全，首先得控制住擅长搞暗杀的特务机构的头子。8月初的校园霸凌点燃了将有全城市民的怒火，也点燃了全中国人的怒火，也烧到了习近平继续连任的宝座。当习近平的亲信王小红异地调遣警察暴力镇压围观的民众时，愤怒的人们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这让习近平大为光火，对当地官员进行撤职处理。习近平确实想保住他的亲信和亲人，但是现在怎么也堵不住喧嚣的悠悠之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丧失了从前为所欲为的能力，无形中被困住了手脚。越不想出事越出事，传习近平住院了。自媒体人胡立任在8月15号节目中披露，他当天得到消息，前一天晚上8月14号，上海3名顶级医学专家被紧急召入北京301医院核心病区，任务是为一位身份极其敏感的病人会诊，而这位病人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胡立任表示，在中共的政治系统里，301医院不只是治病的地方，更是政治风向的晴雨表。每一次深夜的专家召唤，都可能意味着某个政治链条的松动，
而这一次，当局必须在午夜时分动用跨省医疗力量，显示习近平这位最高领导人出现了紧急健康状况。似乎命运的轨迹正在按照他预定好的轨迹在走。早前，英国通灵师帕克曾经预言说，习近平有严重疾病，对公众隐瞒。7月10号，他在直播中对中国做出惊人预言。帕克表示，中国现在有许多未公开的事情，他们对经济和政治情况非常保密。我感觉习近平在中国岌岌可危。2025年7月，我感觉中国在爆发一场政变，可能很快就有消息，习近平将被取代，接替者是另一位强硬派。谈及这场政变，帕克在之前的预测中曾指出，中国这场革命类似于内战，但是它不会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充斥着暴力斗争、大规模流血事件。相反，出于某种他也不清楚的原因，这场革命不会有太多流血事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处在剧烈政变与权力更迭的临界点，似乎正一步步印证着帕克所预测的。距离93大阅兵还有16天，习近平现在病了，到时能否撑起身子检阅部队就难说了。自媒体人、小说家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爆料，这次演练增加了习近平因病缺席93阅兵的预案。无论这场阅兵秀是表演，还是真正的宣示兵权在握，这对习近平都非常重要。您觉得习近平会不会缺席93大阅兵？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